这是荷兰历史上最离奇的审讯之一。在这宗1947年的案件中，被告是一名艺术伪造者，他伪造过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赝品，但他在案件中却没有再为自己的清白辩护。事实上，他必须证明自己犯了伪造罪才能保住性命。与其他许多同行一样，汉·范米格伦是一位艺术家，可是他的原创作品并未能让他名声大振。怀着对艺术界的愤懑不平，范米格伦打算给这些有眼无珠的人点颜色瞧瞧。他深度剖析那些早期大师们的作品，他研习了他们的传记、技巧和画作材料。他的骗局从选择伪造一位17世纪的巴洛克画家开始，约翰内斯·维米尔。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决定，因为维米尔以技艺精湛的室内画像而闻名。在秘密工作6年后，这位艳造者将自己的画作发挥到了极致。作为练习，他还临摹了很多作品。在研究了维米尔时代的画作原材料和染料之后，他用自己的材料混合制成了维米尔使用的材料。他购买了17世纪的画布，制作了自己的画笔，添加合成树脂，并烘烤让颜料干燥开裂，以制造出年代久远的效果。鉴定测试本能够检测出合成树脂，但当时这种测试不够先进和普及，甚至时至今日，画作真伪的鉴定也大都依赖艺术专家的评估。所以这关乎到专家的主观判断以及他们的声誉。这就是范米格伦真正骗过艺术界的地方。他通过研究了解到，历史学家相信维米尔早期创作过宗教画，并受到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影响。尽管未曾有人发现过这些作品，研究维米尔的权威人士亚伯拉罕·布雷迪乌斯是这个理论的绝对支持者。于是范米格伦决定自己创作一幅这样的画，并将其命名为《埃马斯的晚餐》。布雷迪乌斯宣称范米格伦的赝品是维米尔作品中的珠玉之作。范米格伦的赝品技术没能完全达到维米尔的水准，但这些违和之处恰好能和维米尔的生平匹配。这是一件早期作品，那时的维米尔还没有成名。由于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，这件赝品在1937年以相当于现在4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。大获成功的范米格伦继续进行伪造，并通过多个艺术商卖出了更多赝品。尽管听上去难以置信，但艺术界一直都相信这些艺术品的真实性。当纳粹在2战占领荷兰时，希特勒的高级将领之一赫尔曼·戈林想在他从欧洲各地搜刮的艺术品中加入一幅维米尔的作品。范米格伦答应了，并卖给他一幅据称是维米尔早期的画作，名为《耶稣和淫妇》。随着战情的扭转，范米格伦的运气也即将消失。在盟军胜利之后，他因向纳粹交付一幅极其宝贵的被视为荷兰文化遗产的画作而被捕。这种通敌叛国的行为可判死刑。为了证明这幅画作不是国宝，他一步步地解释了自己是如何伪造这幅画的。但他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。那位使他骗局成功的专家布雷迪乌斯为了捍卫自己名誉，坚称这幅画是真品。范米格伦几乎别无选择，只能再次亲手创作一件新的维米尔作品。当他把赝品呈交给法庭之后，人们终于相信了他。他被免除了与纳粹勾结的叛国罪，却因诈骗罪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。尽管有证据表明范米格伦确实与纳粹勾结，他还是设法让公众相信他故意欺骗了戈林，把自己的形象转变为一名敲诈了纳粹的民间英雄。多亏了这次恶名的远扬，他本人的作品成了货真价实的名作，以至于他的儿子后来又伪造了他的作品。同样的画从备受推崇的经典沦落到受人唾弃的赝品，又因为艳造者的技艺和名声成为了备受尊敬的艺术作品。如果你喜欢学习历史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每周我们都会发布一些动画，从反对凯撒大帝的阴谋到香蕉的黑暗历史。